太妃，势浪若起，战事必发，一场海战将决定台湾的生死存亡啊！快，叫朱林。是。国轩，朱林是军中将领，是你的部下，受延平王和监国之累。数月前被冯锡范定为统帝叛逆，京城内应。我厚着脸皮请冯锡范准他到北原别馆待发，这也是权宜之计。我这里不需要他侍奉，如今我把他交还给你，是死是活，全凭你刘总督处置。末将刘国轩，遵老太妃谕旨。刘国轩，你是先王的护卫后镇，你还记得先王的宗旨吗？太妃，我刘国轩才智短浅，虽不能阻止今日逆流之势，但不惧斧钺、不怕粉身碎骨的胆气还是有的。有心如此，足托大事。国轩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国轩，人不能没有根呐，我们的根是在福建。也许最后的选择是和他们议和。任何自绝百姓、自绝祖宗的蠢事，都会沾污先王的英名和业绩，都会毁掉自身的作为和名节呀！太妃放心，我刘国轩牢记太妃教诲，今生今世绝不做有辱先王、有辱民族、有辱列祖列宗、有辱子孙后代的那种蠢事。冯锡范和唐妃来往过深，他们意图挟持客爽，自立乾坤，为祸不小。能够收拾残局的，只有你一人。谢你了，国轩。台湾的未来由你来决定。若不能胜之，就一而和之。先王和我都不会责怪你的。我只有靠你了。我想你不会辜负先王对你一忠之心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台湾延平王病逝之后，台湾内廷大臣擅权，骨肉相残。冯锡范等人的自立乾坤说，甚是嚣张，朕很不放心。
欲挥师东征，平定海疆，遂于6月7日下发谕旨廷议。诸位王公大臣纷纷上呈奏折，或赞成，或反对，或进言，或提醒，均起朕深思。户部尚书梁清标的府库拮据一论，就填补了朕思虑上的疏漏。今日朕以茶代酒，来感谢诸位王公大臣的进谏之功。谢皇上。不过，有一份奏折，却写得极为新奇，极为特别，朕百思不得其解。故此今日朕把它带来，愿与诸位爱卿共赏。请。真可谓奇文共赏。安亲王、简亲王、康亲王，你们3位亲王乃我朝廷重臣，久经沙场，屡立战功，不如由你们来为朕解答，如何呀？臣不识海情，不知海战，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这种图形。户部尚书梁清标，启奏皇上，臣猜此图所绘为台湾澎湖图，但图上所标的红线和符号合情合意，臣不知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好，习注。臣在。你有何见解呀？禀奏皇上，臣愚钝，不知此图精妙之处。许元文，你又有何见解呢？禀奏皇上，臣不识此图之妙，不敢妄加推论。都不知此图之妙。好，将海疆图作为奏折，也算是一种新奇的尝试。过一会儿就该由内大臣施琅，你来替朕解释你自己的这份无字奏折了。倘若解释的切实服人，朕就会重重赏你；倘若解释的荒诞离奇，朕可要重重的罚你。臣知道。福建总督姚启圣向朕奏报：康熙20年4月，台湾延平王病逝之后，冯锡范杀死监国，拥立自己的女婿郑克爽为王。这海贼在台湾本已是强弩之末，如今更是实力大减。今日朕把诸位爱卿都招来，召开此次听证会，就是想请你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章程来。皇上，臣以为，海愤一日不静，则民生一日不宁。时下3藩之乱已平，海晏波清，府库充盈，加之台湾海贼贼势日衰，眼下正是彻底解决台湾心腹大患的良机呀！皇上，台湾是界险之极，确实有人喜欢把它夸大，说有了台湾就可以增加税赋，没有台湾，那饭碗里也少不了几颗米粒儿。兴师动众，劳民伤财，到底值不值得？如今天下刚刚太平，只要严刑海禁，严防海贼窜扰也就是了。臣对台湾的攻略主张，已在《编换易经书》和其他奏书中所陈明。台湾一日不归入大清版图，终是心腹之患，非界选之急。臣知道海贼中尚有一些居心叵测者，若是得势连接国外，将来后患无穷啊！你怎么又扯上外国去了？据臣翻阅《史记》考察，自明代以来，先后有荷兰等外国人侵占过台湾。当西班牙人得知日本人要抢先占台，他们率先袭台，
那个叫萨莫蒂奥的人驾驶着2艘战舰向台湾奔来，后因台风过大而没有得逞。荷兰人先占澎湖，后占台湾，一战就是38年了。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，收复岂能复失？如今荷兰人已经退居巴达维亚、苏禄，一直伺机打回台湾，外扰不可忽视啊！臣绘制的这张图是为出征台湾的军用图。说得好。倘若我朝再迟疑不决，海贼为与我朝对抗，再投靠荷兰人，岂不是引狼入室？施琅所虑极有道理。施琅将军，臣在。你可近前来，仔细讲解。这。平身，谢主隆恩。这是台湾岛，状似荷叶卧波，周围有彭佳屿、棉花屿、龙屿、陆屿环绕，呈众星捧月之状。西南与我金门、厦门相望，相距仅300里。也就是说，在风平浪静之日，快船5日即可到达。台湾岛的大小，是我福建的10之3成。岛上男女人丁不过30余万人，多为我广东、福建一带的人。岛上所称的土著人，也是我古代闽粤一带百姓迁居。这就是说，岛上的青壮年如被海贼所驱迫从役，顶多也就10余万人。台湾岛可耕种的土地约为30余万亩，远可自给，1岁3黍。但近年来连连遭灾，特别是去年又遭遇3次台风，深陷于粮荒之中。也就是说，老百姓们因粮荒而惶惶不可终日。请看，这是海贼的王府承天府的所在地，贼称东宁。入安平港鹿耳门即可直捣敌巢。安平港南有大沟港，北有文港、海翁窟港，皆为海贼水师停泊之所。这是澎湖，由澎湖岛、吉贝屿、白沙岛、渔翁岛、八爪岛36个岛屿组成，状似梅花，临流开放，天然所成，险象环生。岛内居民不过300余人，海贼的精锐船舰均集结于此。10几年前，臣亲自驾船逼近澎湖，实地考察，对这一带的山峦、水流、航道暗礁熟记于胸。10几年来，海贼虽加强防守，但这一带的自然条件是没有改变的。台湾澎湖在我心中只是个模糊的影子。世台内大臣施琅如此细说，真是闻所未闻，增长了不少见识和才智。古人云：“为将者有勇不如有志，有志不如有学。”方才内大臣施琅将军有关台湾澎湖之论，方知此言不无啊。战争胜负的关键，在于敌我力量的对比。27年前，我们收复台湾，率兵2万余人。后延平王入台，争夺台湾的统领之位，率军8000余人，合计3万余人。经过10年的休生养息，延平王参与3藩之乱，台湾官兵几乎倾巢而出，号称10万官兵，实则不过6万；号称战舰1000艘，不过500余艘。8年战争，康亲王主持福建军务，实施剿抚并用之策，战绩辉煌，差点使海贼全军覆没。目前海贼官兵不超过10多万，战船不超过200艘，是海贼历史上最没落、最困难的时期。
不动刀兵，让台湾归附，当然更好。我们不是没有招抚过，赖塔大人曾开出过最优厚的条件，收效甚微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施大人，他们这是看出了我们兴师征讨的决心不大，才依靠汪洋大海来对抗。是，不是不可以抚，但抚要有个条件，必须大兵压境，以战逼和。这就是我提出因剿御府的本意。因剿御府，关键在于剿字，要以剿逼和，以剿促抚，造成大兵压境的强势，使他们胆战心惊，他们才会坐下来和我们谈判，他们才会老老实实的投降。侍郎啊，你进京就任内大臣几年了？已经有13年了。13年了。朕知道这10几年来，你日日夜夜想着平台大计，头发白了，眼睛也花了。可是，这平台的雄心，你从未泯灭。朕深为感动。今日，朕就满足你的扼腕之叹。内大臣施琅听旨，臣在。任命你为福建水师提督，免去万正色福建水师提督之职，改为陆路提督。各位大臣，你们觉得有何不妥吗？启禀皇上，10几年前，施琅就是福建水师的提督，10几年后赴任，似因加衔，格外世恩。说得好，那就任施琅为右都督，充任福建水师提督总兵，封太子少保衔。谢主隆恩。施爱卿听起，你一到福建，当会同督府提同剿，切勿辜负朕之殷切期望。朕要将这决策选将一事，告召朝中文武百官，以及东南各省都城边将。保和殿大学士李卫，臣在。你来代朕拟旨，请皇上谕示要点。今诸路逆贼均已消灭，子以舰载舟船歼灭海贼，朕绝不允许台湾自立乾坤，绝不允许台湾自立乾坤者分裂我大清疆土。朕决定行因剿御府之策，以战求和，以战逼和，顺应黎民百姓骨肉团聚之心，完成我山河一统。施琅系海上投诚，曾任福建水师提督，熟悉地利、海情、敌情。现任右都督，充任福建水师提督、太子少保衔，行因剿御府之策，当训练水师，谋划进军方略，进取澎湖、台湾。福建都城边将，拥护因剿御府方略者留用，反对因剿御府方略者就地免职。兵部、吏部当竭尽全力节选智勇兼备之士，以备后用，切勿误时误事。福建都城边将将调整完成之日，即施琅启程前往福建之时。施琅一到福建，当会同将军、总督、提督、巡抚共同商议，定期统领州师，进军澎湖、台湾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施琅将军，臣在。朕将这台湾海图归还给你，你当切记，此次征讨不是针对台湾黎民百姓，而是台湾的分华势力。朕时刻牵挂着台湾，时刻牵挂着黎民百姓。朕就将这澎台大事托付给你了。多谢皇上，臣愿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
聂福全，侍郎，朕今日授你这面红旗，你当使它在台湾岛上高高飘扬。请皇上放心，臣一定将这面我大清的龙旗插在台湾岛上，让它高高的飘扬。高高飘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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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高飘扬。父亲，儿请求随父出征。儿虽不能出海杀敌，但帮父亲做些文书事务，还是可以胜任的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我也需要经受战争风雨的洗礼呀。你身体弱，你的位置不在战场，在考场。明年是大考之年，万物使父亲失望了。另外，家中的几个兄弟也需要你照顾。父亲，皇上在玉门听政中宣布您和群臣于8月16日晚进宫赏月，为父亲饯行，怎么突然变成明天的瀛台饯行了呢？也许情况有变化，不许执着不问，这是为臣为将之道。今日皇上任命宁海将军为驻闽最高军事统帅，可这个人是反对因剿御府方略的，而且反对的气焰甚为嚣张。在熟悉福建形势的满族将军当中，有几个不反对因剿御府的？拉哈达2年前由都统升为将军，他是有战功的。他虽说反对因剿御府方略，不过不同于康亲王杰书，不同于简亲王喇布，也不同于贝勒赖塔，更不同于那些仰仗绅士特权、横行霸道的王公。这样的人，还是较为容易共识的。父亲了解福建巡抚吴兴作的为人吗？福建巡抚吴兴作也非常人呐。康熙15年间，他任福建安察使，清明廉洁，公正堪舆，赈灾济民，声誉极佳。康熙17年间，他任福建巡抚，战功卓著，甚得皇上器重。现时他又支持因剿御府方略，我们可以说是同心同德呀。父亲了解福建总督姚启圣大人为人情壮，行事风格吗？姚启圣有恩于父亲呢。世伦啊，你今天到底想对父亲说什么？父亲，既然儿子不能随父亲出征，儿子愿说出心中2点忧虑。那好，都说出来吧。父亲，我近日再次琢磨了皇上6月24日在养心殿庭宴中口授的谕旨。虽说任命父亲为福建水师提督，可并未授予父亲决断福建水师的一切行动之权。谕旨中说，侍郎到福建后，即于将军、总督、巡抚、提督商卓克期统领州师进去澎湖、台湾。可这完全是由以满治汉、以文治武2条绳索围成的圈子啊！在这个圈子里，只要将军、总督有1个人不点头，父亲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也都实施不了啊！今日皇上在玉门听政中宣布，福建都城边境的人事调派也是以满治汉、以文治武的格局。
宁海将军拉哈达依然是驻闽的兵马最高统帅，节制驻闽的所有兵马。总督姚启圣的权威更是有所加强，仍然挂着兵部尚书的头衔。父亲如果在军事行动中与总督将军的意见有所分歧，父亲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决战决胜沿海江吗？儿子不忧台湾海贼猖獗，而是忧父亲在这以文治武、以满治汉的圈子里难以有所作为呀。孩子，长大了，会盘根究底，会推断事物，会判断难易了。父亲真为你高兴。不过此中奥秘，万勿向外人道及。近几个月，皇上选将之难，我岂能不知的？皇上顶着宗室诸王的反对，顶着部院重臣的抵制，在阻止压力之下，在决疑决难之中，把我推上了点将台。皇上又在诸王忠臣叫嚷的组织朝制的压力下，巧妙安排，既明确了主战派的位置，又明确了总督、将军、提督三位同征者制衡撤制，也算是皇上的英明决定，巧妙的安排。祖制以满治汉，我无力改变；文治以文治武，我无力改变。我只能在两条绳索的包围圈中，按照皇上文武互相合谋、文武相辅相成的预示，与那些将军、提督巧妙的周旋。天网疏漏，漏在何处？人网洞开，又开在哪里？老爷，老爷，有贵客来访。是哪一位啊？内阁学士李光地大人。有请。哎呦，安西才子李郎，施琅的保护神呐！哎呀，入夜闻知皇上银台践行的谕旨降临施府，光帝特来向施大人祝贺呀！先生驾临，蓬荜生辉，快书房叙旧，请。好，请。哎呀，新饮啊！浓缩的海洋，哦，浓缩的天空，浓缩的海岛和港湾，浓缩的聪明才智，浓缩的人间奇迹呀！书本上常有智谋之士囊括宇宙之说，典籍上常见高明的将帅胸藏雄兵，原以为不过是空泛的赞誉，此刻心其不谬啊！老爷，茶已备好，请二位移至院中叙谈。李先生，请。施公请。请。李先生啊，施琅之忘年交，施琅之良师益友。今夜
愿以浓茶代酒，喜迎诗友到来，与李郎共醉今宵。多谢多谢，请。多谢施大人以故乡功夫茶款待呀！请。茶香醉人心脾，故乡温馨之情早已布满施大人的书院了。冯大人，唐妃娘娘来了。快进，快进。去，到外面守着。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让人看见怎么办呢？出大事了，我一时情急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出什么大事了？董太妃那个老太婆驾崩了。你是说，董太妃她死了？我也是刚才知道的，就急着赶过来告诉你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好，死得好，以后你就伟大了。可是，我怕我驾驭不了刘国轩他们会服我吗？怕什么？有我呢。你唐妃坐镇，我来打前锋，看他们谁敢不服。死的真是时候啊！明天我召集众臣，先立你的位。醉饮故乡茶，专谈故乡事。施大人，你可知家乡的父母官姚启圣知其吗？施琅已离开家乡10几年了，与姚大人相见，只知其有举荐之恩，并未闻其有奇特之事。先生寄留故乡多年，造福桑梓，必知许多其他事，恭请示之。姚大人啊，今年57岁，虽少公4岁，却有官声。幸倜傥以豪爽闻名，有虎威，人皆以虎视之，民畏若虎啊！他已保证苦民吗？以酷刑炼狱吗？行事专横吗？施公啊，蜀光帝浪言则公施公敬民若父，爱民如子，怎么一提到民畏若虎，就心情紧张啊？心肠太软了，此味非仇味，乃敬畏也。施大人啊，姚大人若虎，天性使然，你信其否呢？姚大人是浙江会稽人，幼年聪颖，有神童之誉。13岁那年，做客松江赵太守寓所，酒醉而卧于赵太守书房，鼾声大作呀，屋瓦为之裂呀。赵府仆童窥窗视之，皆大惊失色呀，曰：“姚大人非人，乃雕虎也。”姚大人也自知不凡呐，以虎性苦修，虽虎气勃勃，
虎威自生，虎名远扬，遍及这里。师公，你以为其否啊？是其而有序，其而可嘉呀。不过以施琅看来，他倒像是以文人如是，非胡也。遥制台之旗，还旗在仕途的发端。明崇祯15年，姚大人以诸生知通州事，使通州豪绅黄某以皇气之威横行乡里，残害百姓，衙役不敢进，百姓不敢言。姚大人闻之，扑黄某当众审讯，杖而杀之，并赎黄某罪状于知府门前照壁上挂印弃官而去。年仅18岁。师公，以为其否？这是二期，举止光明，举止磊落，现雕虎之志，展雕虎之威呀！遥制台之旗还旗在自信。康熙13年，耿敬忠响应吴三桂叛于福建，分兵进攻江西、浙江。姚大人单骑进入耿敬忠大营，说降耿敬忠，以此战功被皇上擢升为福建布政使。康熙16年，姚大人又先后以重金招降了吴三桂的大将韩大任和刘进忠，解除了福建两侧的威胁，迫使延平王退守金门、厦门。平定三藩之乱的数年间，朝廷各路人马云集福建，亲王、贝子、将军、都统各率所部，各逞其威，都是惹不起、难伺候的主啊！姚大人以纵横捭阖之才，居中周旋，从容周到，既能赢得康亲王、安亲王的青睐，又能得到贝勒的赏识；既能赢得将军的支持，又能赢得都统的敬重。巡抚、将军也仰其码头而行啊！如今福建的军政大权皆操姚制台一人之手，师公，以为其否啊？戚戚，姚大人呀，戚戚，真能都提同心，相辅相成啊！若是姚大人能心诚相待，他的智囊黄信镇能容许施琅横插其中吗？他的亲将亲军韩大任、刘进忠、朱天贵，能甘心情愿听从我施琅的调遣吗？施大人，夜深了，该告辞了。师公啊，姚制台的七旗可以纵横观察，终不及施大人的天下大旗的澎湖台湾海域图可以纵横沙场。此乃施大人10几年的力血之作啊，足以感天地而动鬼神。望师公此去福建，与姚大人协谋合律，造福乡子，造福黎庶，早奏凯歌。多谢李先生苦心援手之情啊！此刻方知前途凶险，不能不见呐。此刻方知闭门自造之欢乐，原是不因世故之空想。天网覆盖之中，渴望天网疏漏，人网洞开啊！可这天网疏漏，人网洞开的玄机，又在哪里？英台渐行在即，安西先生、李郎此刻就忍心弃我而去吗？李先生多才，必有良策，请给施琅
指点迷津。师公逼我，皇帝只好从命了。吴起诀，皇帝。董太妃那个老太婆驾崩了。侍郎若情，战事必发。眼下正是彻底解决台湾心腹大患的良机呀！朕绝不允许台湾自立乾坤，绝不允许台湾自立乾坤者分裂我大清疆土。臣一定将这面我大清的龙旗插在台湾岛上，让它高高的飘扬。